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以前我有一个问题，跟大多数人一样，困扰了我很久，就是我学了很多商业理财、投资赚钱的知识，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股票、房地产，还有各种的创业项目，但为什么依然没钱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所赚到的财富，都源自于当初把这个问题想清楚。你觉得外在法则还是内在法则比较重要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有上就有下，有左就有右，有明就有暗，有冷就有热，有快就有慢，有内就有外等等。那我们想要赚钱，当然要学习怎么赚钱的技巧和方法啊。但为什么有些听我话的人就可以回来跟我报喜，说他们实现了财富自由，而对有些人却毫无作用呢？因为赚钱除了有外在法则，其实还有内在法则。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怎么创业、怎么投机股票、怎么投资房地产等等这些上面，那这些只是属于术的部分。而我告诉你，这世界的道通了，根本就不需要术，因为术自然就会无师自通。记着，外在我们可以看见的所有东西，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看不见的东西所投影出来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小时候上课，老师会用投影仪把电脑里面的画面投射到投影幕上面，让全班的同学看，对吧？那么你在投影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投影像，电脑里面的档案就是投影源。假设你是一个老师，你对投影像的内容呢不满意，你想要去修改它，那么你应该去怎么做呢？你直接跑去那个投影幕上面去修改呢？那肯定是不行的，对吧？因为电脑里面的档案才是源头啊！你不改电脑里面的档案，没有从根本的原因去下手的话，那么不管你投到哪里，结果都会是一样的，看到的都一定是你不满意的内容。也就是说，因比果更重要。有些人觉得这些很简单，觉得我在说废话，那么为什么你还赚不到钱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外在所看到的物质世界其实也是投影像，而我们内在精神世界、情感世界以及灵性的世界就是投影源。所谓的内在，用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潜意识。你的潜意识不变，你的思想也不会变，你思想所指令你做的行为也不会变。就算同一只股票，你去投跟我去投，我能赚钱，但你亏钱，就是因为我们内在世界不同。你生病了这件事是因还是果呢？很多人去看医生吃药，那是在解决你在果上面的问题，但是你每晚去熬夜，心情很低落等等，这些因不去解决，你生病的这个结果只会不断的发生。同理，没钱这件事，你觉得是因还是果呢？很多人反而去纠结没钱这件事，所以就不断去打工，日子过得像奴隶一样，越努力就越赚不到钱。你有想过你这没钱背后的原因吗？你要找到那个原因，你才有机会去破解啊！2023年快到了，不管你对今年的收入满意还是不满意，它都已经过去了。我希望你今天可以跟着我，真正的找到没钱这病的病因。很多人会说扫地僧，你是因为运气好才可以年赚7位数美金的，但为什么我的运气会好呢？为什么有钱的人都会用长钱包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伟大企业家他们都相信风水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完这部影片，你的财运就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。如果你相信我，就为这部影片点赞，因为我会祝福你达到财富自由。这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，你可以跟其他的40多万兄弟姐妹一样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首先，金庸的武侠小说学武功，要先学心法，而不是招式。其实这已经告诉你怎么赚钱了，就是把穷人的脑袋换成是富人的脑袋。那什么是潜意识呢？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财富的蓝图。大家要知道，在盖房子之前呢，我们先要有建筑的蓝图，为房子做计划和设计，确定了再动工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赚钱的步骤其实也一样，我们内在潜意识呢会影响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思维会影响我们的行为，而我们的行为最后就会影响我们的结果。你赚不赚到钱，不在于你做了什么，而是说你的潜意识激发起了你什么样的想法，最终让你做了这个行为。能听懂吗？那么重点来了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告诉你，第一个就是你所接触到的信息，特别你在小时候所接触到的信息。第二个是程序的设定，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呢，程序设定的来源就是你父母、兄弟姐妹、朋友、权威人士、老师、宗教领袖、媒体、文化背景等等。正是你所接触到的信息，再加上程序的设定，控制着你的想法，进而决定了你财富的蓝图。
每个人接触到的信息和程序的设定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就导致了财富的蓝图不一样，金钱观不一样，对赚钱的理解也不一样，所以赚到的钱也会不一样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，每个人的金钱观都不是先天带来的，都是后天从小被教育出来的，而久而久之呢，它就会定型了，会形成自动化的惯性反应，然后就造成现在的结果。为什么穷人过了10几代，他们的子孙都还是穷人呢？而古人说富不过3代，但富3代、富4代，甚至富10代，我身边比比皆是，就是因为一个家族的父母，他们会把自己认为对的思维传授给自己的小孩。你看，穷人会否定富人，而富人会否定穷人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，那穷人家的小孩也会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所以他们永远都只会是穷人家的小孩。我当初也是，像我小时候最常听到的就是赚钱很辛苦，要节省一点啊，不然就是赚什么钱啊，我们家还需要别人赚钱给我们呢。再来就是有钱人都是坏人啊，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有钱人的烦恼和压力都很大的，有钱甚至会惹很多麻烦的，出门甚至要带保安，没有人身自由的，知足常乐就好了。这些话我从小听到大，我的大脑和潜意识呢就会被植入这样子的金钱观，所以我们家以前一直都没有什么钱，那这就很正常了，也很合理了。但我家人说这些话，其实他们也是很渴望得到财富的，但因为得不到，所以就为自己的结果找理由。那么穷人家的小孩听到这些话，他们就会去模仿，然后在自己的经历下去把这些父母的话实践出来，最后就会越来越穷。我当初意识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找一个有结果的富人去学习啊。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思维的不同，你让穷人去学习，穷人会说我没有钱啊，等到以后我有钱了一定会学啊，因为没钱所以不学习，而不学习的结果那就是只能更没钱，更没钱就更不学，所以到最后就更没钱，穷人越来越穷，这叫做负面循环。你去问全天下最有钱的人，比尔盖茨、马斯克、李嘉诚、马云，他们都说了同一个意思的话，就是我们没有钱，所以我们才去学习，当我们有钱了，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去学习，所以我们就更有钱，这个叫做富人越富，是正面的循环。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互联网上，你让全世界65亿的人每人给你1块，你就有65个亿。今天为什么很多演员、身价过亿的企业家，甚至政治家，他们都要在互联网上做起自己的个人品牌呢？就是因为互联网传播的速度远比病毒还要快上几倍。而我和我的弟子就是利用了这个特性来做生意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、特定的时间，甚至没有任何的成本，不需要去囤货、请员工、租场地，每赚到的100万美金都是我们的收入。最重要的是，整个过程是自动化，就是说，当你搭建好一个系统，它就会自动化的有人付钱给你，自动化的收钱到你的钱包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环游世界、看 Netflix， 还有买房出租。那到底是怎么才能做到呢？我不可能在这里面告诉你，但我制作了一个课程，我把所有的商业机密都放在里面。好消息是，这个课程现在是免费的，而且没有人数的限制。但是坏消息是，我的团队最快在下周就全面的把这个课程下架，或者是收费。那么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报名。而报名后再把这部影片看完，因为当初的我也意识到，如果我的潜意识没有改变，就算我在外面学习再多的课程，看再多的书籍，学习再多的方法都没有用的，因为你的潜意识是匮乏的，你的内在是匮乏的，你永远都赚不到钱。那怎么办呢？还是要去学习，只不过先学心法，再学方法，先改变你的内在，你的潜意识，你要让你的潜意识觉得自己是丰盛的，是富足的。财富也是一种感觉，你感觉到你配拥有财富，你就能够拥有财富。穷人之所以赚不到钱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，是他们在潜意识认为自己是个穷人。第二，是因为他们内在是匮乏的，他们觉得赚钱太难了。第三，他们认为财富是肮脏的，是邪恶的，他们鄙视财富。当你内在都不接受钱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赚到钱呢？第四，那就是不配得，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财富。其实这个世界是有能量的，而金钱是有一个调温器的，它是创造和锁住财富的内在能力。你这样去理解，你的房间有一个调温器，设定在25度。那如果房间的温度因为窗子没有关好变冷了，或者是人变多，然后温度上升了，就是各种的原因导致了你的房间的温度上升或者是下降。那么这个调温器它侦测到了之后呢，就会自动的开始运作，直到你的房间的温度变回25度为止。
那金钱的调温器就是你能够拥有多少财富，其实就决定在你这金钱的调温器设定在多少钱。如果你是一个上班的，你认为你只能拿到$3000的薪水，那么你金钱调温器就是设定在$3000，那么你就很难赚超过$3000。就算你很幸运中彩票了，你也会没有办法掌握，你会很快失去这些钱，因为这个调温器会帮你调节到你设定的金额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算很幸运的中了彩票，但有超过80%的人，他们在6年之内呢就会把钱全部都花光，甚至还负债。这不是特例啊，是有数据支持的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些人突然发财了，这赚到的钱呢远远超过他们的金钱调温器，所以他是适应不了的，这些钱他们留不下来的。而你会发现，前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，他以前住白宫的时候就说过，白宫是他住过最小的房子。这个人呢，让我们很不爽，对吧？但他混得比你好，他现在身价是100亿美金，那你凭什么不爽他呢？而你知道吗？这人曾经破产过7次，他是从破产负债，还能够谷底翻身，不只是翻一次，是翻了7次啊！而他说的话也没有吹牛，他在佛罗里达州还真的有一套占地8万平方米的度假别墅。你发现吗？从他讲话的口吻，我们已经知道他的金钱调温器设定的非常高。它是定在100亿美金的，那么对你来说1个亿美金很多，对吧？但如果有一天特朗普只剩下1个亿，他肯定会觉得穷人要死，因为我也是这么感受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，我每个月只能赚1万美金，那我肯定得抑郁症。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呢，1万美金可能是他们几个月的收入了。很多人会觉得，因为你们现在拥有这样的收入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心态。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心态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收入。心态是因，收入是果，你搞清楚这个逻辑。换句话讲，如果你想要调高你金钱的调温器，就必须要是从你的心态开始，你的内在潜意识开始。那怎么改变潜意识呢？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是听那种成功学激励的演讲，很多人会说这是鸡汤，是打鸡血。我觉得要看演讲的人他自己有没有结果。比如说我喜欢听马云、李嘉诚那些企业家讲。但其实还有第2个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替自己改运。当我还是没什么钱的时候，我也不相信风水啊，很迷信，很封建，对吧？但我喜欢研究成功的企业家，我发现不管是李嘉诚这些华人，还是比尔盖茨这些老外，他们都相信风水。你可能会很好奇，风水不是只有华人社会才会有吗？其实不然，什么水晶洞啊、手链啊，包括劳力士、法拉利等等，这些物品其实都是有风水的属性的。我发现越有钱的人越相信风水，越没钱的人就越不相信风水。而我当初做生意的时候遇到一些瓶颈，我的生意伙伴就说不如一起去看看算命之类的，我就糊里糊涂的去了。结果他告诉我，我应该把批发生意转型搬到互联网上面，结果我就吃到了电商最后一波捞钱的机会。我到现在每年都会去找这师傅，我的财富也跟着一起去提升。有些人会觉得这可能是幸运，可能是碰巧，可能只是我的心理问题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心理改变了物理，最重要的是我得到的结果。那么我相信又有什么损失呢？而我告诉你，这师傅其实推荐了我一本书，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我身边的朋友，我发现他们的财富也快速的倍增。这本书不是风水大师写的，而是一个日本的税务师，他只是接触到日本世界500强的老板，然后他发现了一个规律，就是日本所有的有钱人拿出来的钱包都是长的钱包，而普通人用的都是那种折叠的钱包。基于这个规律呢，他不断去观察和试验，最终总结到在这本书里面，叫做有钱人为何用长钱包。如果你2022年很迷茫，赚不到钱，我建议你送一份礼物给自己，就是一个长钱包。很多人不相信风水，我理解啊，但你肯定相信运气，因为确实很多事也是看运气的。比如说你很努力、很辛苦、很有才华，但是你就是没有赚到钱。而有些人干的比你少，也没有你聪明，但却赚的比你多，你可能会觉得他是碰巧罢了。还是那句话，碰巧就是运气啊。其实这世界万物都是有能量组成的，你去做运动就是消耗你的能量，你去喝饮料，那个包装也写着能量是多少，你去学物理也学过能量守恒定律，人也是，你会感觉到正能量和负能量，而金钱和钱包也一样，都是有能量的。那么你今天呢，想要赚钱就必须要研究钱。比如说你如果是钱的话，钱包就是你的家，那你是喜欢住在长长的钱包里面让你获得伸展呢，还是住在折叠钱包里面不但憋屈还弄到你都是皱纹的呢？
那么你会发现，一般没有什么钱的人呢，都喜欢用折叠的钱包。其实我也喜欢，因为方便嘛，可以直接放在后面的裤袋里面。但你知道吗？当你把钱垫在屁股底下的时候呢，这钱的能量是会流出去的，因为它不喜欢待在这里啊。而如果你从潜意识的角度去讲，就是当你拿出这钱包付钱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些适应跟你吃饭的人，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你是一个穷人，没有什么钱。你可能不会发现，因为这些人自己也是用这种钱包，也不意外。但如果今天你反过来，你在付钱的时候换一个长钱包呢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注意到你的钱包，不认识你的人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有钱人。刚才也说了，潜意识决定了你的思维，思维决定了你的行为，行为决定了你的结果。当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富人的时候，你讲话都会大声一点，自信一点，你的社交地位也会高一点。这时候你就会获得你平时得不到的待遇，接触到你平时不会接触到的人，甚至是赚钱的机会。真的是这样的，有些东西呢，只有信和不信，我不能用语言去跟你解释，是一种感觉。我自己当初是照着做，因为是没有什么损失，万一我发财呢？但从我换了钱包的那一刻，我居然真的感觉到自己的心是丰盛的，然后我发现我的财富也真的增加了。其实钱包还有很多讲究，比如说颜色，书里面推荐黄色是最吸财的，但我接受不了，所以后来我就买黑色和棕色，都是 OK 的。而唯一不要买的就是红色和白色。我妈以前常说自己花钱很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花了$100。我后来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呢，发现她的钱包是红色的，她说是一个阿姨送给她的礼物，然后又发现她的包包是白色的。那么我就跟她说起这本书，她不相信。那么我就跟她说，红色的钱包呢就是红包，你里面的钱呢就是要给别人的，而白色的包包呢就暗示着你一穷二白，那么你也肯定不能用啊。她又不理我，结果就是我直接送给她一个棕色的钱包和黑色的包包，之后就解决了这个辩论。但是后来不久呢，她真的告诉我，她的财运真的提升了，她买股票是真的赚到钱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让一个人亏钱什么的，但是你又跟他是朋友，那么你可以试一下，当他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个红色的钱包。那这我是开玩笑啊。那为什么最好要买名牌的钱包呢？这里面我完全没有业配啊，还是那个原理。当别人知道你用的是名牌之后，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一个有钱人，你的潜意识，你的心理暗示也会认为你是一个有钱人。所以这本书的作者还提到一件事，就是看钱包就知道那个人的收入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看那个人钱包的价格乘以200倍，就是他1年的收入。那么假设你去买一个$100的钱包，那么你1年可能也就赚$20,000。但如果你买了一个$1000的钱包，$10,000的钱包呢，你的年收入可能就是20万、200万，甚至更高了。有些人觉得很扯，对的，我也觉得很扯，但存在即合理。为什么有钱人都有这样的规律？我只知道一件事，我相信不一定会有，但我不相信就肯定没有了。那为什么不相信呢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当初我没什么钱，那就买一个相对贵一点的，能负担得起的钱包，当作是1年里面给自己的一份礼物。就好像有些人会买水晶的手链去戴，那可能只是一块石头，又有可能只是一块玉石。有些人是缺金的，他就买黄金；有些人他是缺火的，就买车，因为车是属火的。那你相信它能给你带来财运，它就真的能带给你财运。那么到了现在，我已经度过了前期的阶段，我自己平时呢也是在用那种普通的折叠钱包，因为方便嘛，我也不需要钱包带给我内心的富足，因为我已经很富足了。但话虽如此，如果要兼生意的伙伴或者比较重要的人，我都会换上长钱包。我家里面还是有几个长钱包放在财位，这样做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去养钱。怎么养？用现金去养，大概就是拿几千美金，把那个钱包塞满撑满为止，但不要太满，不要太爆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放新的钞票，用来养钱包。这些钱是不花的，就放在钱包里面。而且我不会把什么单据啊、发票啊、刷卡单放在里面，就只放钱。我的这些长钱包里面都是非常整洁的，因为刚才说了，钱包就是钱的房子，你要弄得好一点，干干净净的，不要乱七八糟的，不要放其他的购物卡、会员卡，因为这些是让你把钱存到别人的账户里面，存到别人的账户里面是把钱给别人的。其实这些你做好了，你真的会感觉不一样，你就当生活还需要有仪式感就好了。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包括所有的风水都只是一种方法，去帮助我们去培养对一切事物的尊重。你尊重健康，你就会拥有健康；你尊重爱情，你就会拥有爱情；你尊重金钱，你就会拥有金钱。而钱有3种的趋向，第一是投资资产，比如说你跟着我们去投资股票、房地产，
又比如说我的弟子，只要建立好自媒体这项资产之后，只要有人点击观看他的影片，他就会有被动的收入。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广告费的收入，其实不然，因为这样只是替 YouTube 打工，我们做的是在互联网做生意，而 YouTube 只是我们选择的平台去搭建我们的品牌，而这个品牌完全是属于你一个人的，你可以无地域和时间限制，赚到的钱完全属于你。我们人一天工作最多8个小时，而互联网是7天24小时的自动帮我们收钱了。也因为如此，我们不是说赚到了财富却没有了自由，我们是把被动收入赚来的钱拿去投资房地产，再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。你可以发现，疫情的这段时间呢，全球经济最差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意却反而是发展最快的。但大多数人都不能出门做生意，而我们的客户却是自动的在互联网上面找上我们的。你知道的回报率最高的投资、最赚的买卖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投资自己的脑袋，因为我们的脑袋可以帮我们生出无限的资产。如果你不想再靠卖体力、时间去打工赚钱，把赚到的钱都奉献给老板，自己拿那一点的薪水，每个月交房租就没了一半，更不敢花钱，生怕自己出什么意外。家人没人养的话，真的，你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。你要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的脑袋树立一个新的训练系统。首先从招式的方面，我会给你一个系统模板，就算你不懂 SEO、网络营销、演算法、设计、演讲等等自媒体所需要的技能，你只需要复制和套用我的系统在你的身上就 OK 了。哪怕你将来只是开一家 marketing 公司，你都可以用这套系统来赚钱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我会让你完全把穷人的思维方式全部推翻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思维方式。怎么建立呢？其实又是改变潜意识，通过课程呢，通过跟我持续的学习，通过我们的训练来改变每一个弟子内在的潜意识。所以很多人在上我课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学了什么方法，但是回到家之后，他们的财富改变了，他们突然拥有了被动收入，他们突然就创造了大量的财富。为什么？其实就是他们的潜意识变了，他们的内在变了，内在一变，外在就立刻发生改变。就好像你们今天看的那个树一样，那个树为什么不结果？不是那个果的问题，是下面的根出了问题啊。那我们人赚不到钱也是一样，所以如何创造财富，就是从让你的内在丰盛和富足开始。你本身就是那个富足和丰盛的源头呢，你本身就有一个有钱人的脑袋呢。当你真正的改变自己潜意识的时候呢，你的思维方式就会慢慢的开始改变。离那些负面的人越远越好，要找那些积极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跟穷人在一起，你会受到他们的影响，就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穷，因为你的潜意识和你的思维完全被他们所影响。所以一定要选择跟富人在一起。那怎么去找到那么多的富人呢？如果你有机会走进商学院，你会发现我的弟子很多都已经是百万富翁以上，甚至是潜在百万富翁。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商圈群组，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分享赚钱的第一手资讯、资源还有人脉，大家互相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彼此的潜意识。如果你不是住在豪宅，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可以让你身边都是富豪的地方。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，你可以不再去看书了，你直接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，去听我不定期更新关于低黄数和销售的财富自由课程。那么好消息是，现在加入还会有前期非常大的优惠，而坏消息是，这优惠快要被我们团队取消了，因为我们只会随着内容的更新而不断涨价。所以有兴趣成为我弟子的，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链接加入。而第二，你的钱会用在消费。很多教理财的人会教大家怎么存钱省钱，那我就没有见过一个省钱的人会发大财，因为钱要花出去了才是你自己的。人赚钱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消费的。而第三就是浪费，浪费是对钱极其的不尊重。当年李嘉诚不小心掉了1块港币，然后那个钱就滚到了下水道里面，他自己就跪下去捡，捡了个半天都没有捡回来。那时候他的那个司机看见了，怎么可以让老板干这种事情呢？于是就想办法把这1块港币弄上来了。李嘉诚真的很抠，对吧？1块钱都不放过。可想而知呢，他是怎么做生意的。但有趣的事发生了，李嘉诚从口袋里面掏了500港币给那个司机，说是他的酬劳。你可能笑了，拿500去换1块，还弄了这么久，他是不是有病啊？对的，他对金钱的尊重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。他说他这1块是我的钱，从我的口袋里面流出去，我就必须要把它捡回来。如果我没有捡，就意味着我允许我的钱离开我，所以我不管花多大代价，我都要把那个钱捡回来。那为什么给司机钱呢？
因为你替我服务，这是他应得小费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就算李兄把这500块给那个司机，这500块最后还是会回到李兄手上的，因为他已经垄断了香港商业了。你买房要给他钱，你吃饭要给他钱，你做什么都要给他钱，所以只是左手交右手罢了。但这就是我们要学的花钱的态度的格局。你可以看见，他虽然不放过钱，但同时呢，也不会不舍得花钱。他内心呢是非常丰盛的。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？小费是越给越有，钱也是越花越有的。但穷人的内心是匮乏的，他一辈子都不懂得花钱，结果一个通胀，他存的那些钱全都不值钱。平时不舍得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身体享受，最后钱都花在了医院了。我真心的希望我所有的粉丝兄弟姐妹都能够在2023活出丰盛富足的人生，都能够拥有一套正面的思维方式，都能够拥有一个正面的结果，财富人生的结果。我幻想未来有一天，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财富。我幻想了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财富自由。那个时候，世界是没有了战争，没有了灾难，也没有了小偷抢劫，都没有了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缺钱了。真的，从今天起改变你对财富的理解，从今天起改变你的内在，从今天起告诉自己，我就是那个财富的源头。从今天起指着脑袋告诉自己说，我这是有钱人的脑袋，我是有钱人，我是富人。当你真正的每一天都在重复这些正能量的语言的时候呢，你的潜意识就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。我在财富的彼岸等着你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